直销这个产业到底10年之后还会不会存在？有没有办法在这个时代的洪流里面呢，继续的生存下去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素怡，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。然后经过了就是漫长时间的等待，就是我终于决定正式的推出我的频道影片。然后呢，这个频道呢叫理想世界，我们就一起在这个频道里面交换想法，一起成长，一起进步吧。首先，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的背景，这样子，因为我本身呢在 NewSing 呢已经有15年的时间。那在那之前呢，我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研究生。我觉得这几年呢，因为时代变迁的非常的快速，那我自己也感受到时代的冲击。那在这些快速转变底下呢，我自己就开始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，比如说像直销这个产业，到底10年之后还会不会存在？有没有办法在这个时代的洪流里面呢，继续的生存下去？那其实我大概几年前就有这样的想法，所以那时候呢，我就开始参加各式各样的研讨会活动。天下杂志的论坛啊，然后这个商周的圆桌会议啊，然后看了很多趋势相关的书，也去经大学做一个短期的这个 EMBA 的进修。那我觉得这些东西呢，就增加了我一个我觉得一定要转型的想法。如果呢你很熟悉直销的产业思维的话呢，你就会常常听到我们是类似一个通路的模式，比如说像 Starbucks 这样的咖啡通路，比如说像麦当劳这样子的连锁速食通路，又或者是像 7-Eleven 这样子的便利商店的这个通路。那在这些通路呢，他们招收加盟商的这个概念里面呢，他们强调的是我有一个保证成功的 SOP 的这个模式。所以呢，如果你来加盟我的这个麦当劳，你只要照着我的这个 SOP 呢，你就可以拿到你想要的成绩。过去的这个直销呢，也是用一样的方式，就是你进来，我们有一个流程，然后我们有一套标准化的作业系统，你照着这个标准化的作业系统呢，这样流程去复制，你可以拿到你想要的结果。但是随着时代改变呢，如果你注意过的话呢，你就会发现连锁通路的这个情况，它已经开始慢慢的有一些转变了。比如说，如果你注意过的话呢，你就会发现，就是 Starbucks 有不同的形式的店，它有一般我们熟悉的这个 Starbucks 的店，它也有呢，比如说像上海都有的这种 Starbucks Reserve 这种新形态的店面。这个如果你注意过，很多便利商店，不管是大家熟悉的 7-Eleven 或者是全家，他们都有开始各式各样不一样的店面出现，有些可能有休息区，有些有卖生鲜食品，有些有卖便当。它开始出现各式各样的不同的方式，甚至我印象没错的话，就是你在很多不同地方的这个麦当劳还有肯德基，有时候可以买到中式餐点，就是以前我们认为不会出现的这个情况，可能在不同的国家、不同的区域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，表示呢，人们对于生活品质标准要求越来越高，它是需要一些在地化、更客制化，不再像我们过去所认知的那样子，你到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，它的复制都是一模一样的。不同的时代，就是人们对于很多东西的品质要求慢慢变得不一样，所以大量复制的东西不一定是符合现在人的这个需求。再加上这个网际网络、互联网的这个出现呢，就是带给世界很多的冲击。所以呢，如果你注意过的话，可能过去呢，人们购物呢，大部分都是通过这一些大的通路平台。OK， 比如说大润发在大陆。过去有非常非常多的分店，对不对？或者是美国是 Walmart， 大家都通过这些平台买东西。但是这个时代呢，就是有了更多的选择，比如说像 Amazon、淘宝，他们是不同的平台。那他们透过这个平台呢，去经营他们自己的生意。但是呢，淘宝跟 Amazon 并没有提供一个复制的模式给他们。过去的通路模式呢，只需要人投注他的钱跟时间精力，但是他没有办法释放人的脑力跟创意。可是呢，现在的这个新的平台的这个模式呢，除了得到人投入的时间精力之外呢，还可以
得到他们投注的这个脑力。那如果你对于管理学有一些研究，你就会发现呢，现在新形态的这个公司呢，他们在招募员工的时候呢，其实也都非常重视能不能够让员工去发挥他的脑力跟创意，而不只是如同过去一样只雇佣他们的时间跟精力。那矛盾点就来了，过去我们强调通路的时候呢，都会强调相信配合，都会强调100%的复制。可是随着时代的转变，同样的这个概念还能够运用在团队的管理上吗？还是它需要有一些调整呢？关于这个东西呢，就是我也想了很久。所以如果你想知道我对这个东西的一些看法的话呢，你可以关注这个频道，然后点击订阅，然后打开小铃铛，你就不会错过之后的一些影片。我可能会对这些概念有一些更深入的探讨。那我自己做这个频道呢，除了希望能够很真实的记录我在转型过程当中所经历的困难、思考的事情，我希望把它比较真实的记录下来。所以呢，如果你自己也有一些你自己的看法、不同的建议的话呢，我们也可以透过这样子的频道呢，你可以留言给我们，可以做一些深度的交流。然后也再次恭喜，就是我这龟毛人在经过很久的挣扎之后呢，终于让这个频道开张了。然后希望我们可以一起走下去。拜拜。